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本期加更一期简短的视频，重点说两家公司 RKLB 和 SpaceX SPCX。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因为今天早上终于拿到了这个 Form 4，也就是 CEO Peter Beck 卖股确认结束，我们知道了所有的卖股细节。具体来说是7月6号宣布了144，也就是说我要卖股了，什么时候卖？然后7月8号 Form 4告诉大家我卖完了。我们先来看具体的细节。在那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025年 CEO Peter Beck 同样的 10B51有计划的抛售，同样的500万股的抛售数量的具体细节。那么宣布当时的股价是25.4块，宣布日期2025年6月13号。具体卖出呢是分了2次，3个月之后的9月卖了约250万股，然后再到3个月之后的12月又卖了250万股，总体下来卖了500万股，单价平均下来是53.2块，所以53.2块相较于6月的时候25.4块，溢价超过100%，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有计划的抛售。为什么要分2次？就是因为 SEC 规定，你每次抛售的限制不能超过总股本的1%。但是2026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 RKLB 在做增发，所以增发之后，现在500万股刚好是低于1%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次刚刚才执行结束的 10B51计划。那么这项计划宣布是在3月底，当时的股价是60.9。这次卖出呢，比较奇怪的是，它没有卖出500万股，总计卖出了327.6万股，平均的单价是87.43，所以相较于上次溢价100%，这次溢价43.5%，算是比较差劲的。很可惜，Peter Beck 没有拿到更多的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司的股价从高点150回撤到现在，回撤幅度相当的大。具体怎么卖出的呢？分为3天。7月6号、7号、8号，周一、周二、周三，那么分别卖出了约100万股、130万股和100万股，算是比较平均吧。均价呢，一天比一天低，因为周一的时候是刚刚宣布收购 Iridium 不久，当时股价还比较坚挺，到了100附近。到了周二呢，就下跌到80多，到周三也是80多，甚至一度跌破80。那么卖出股份之后，当天股价的走势和上次非常雷同，就是股价受到卖盘承压下跌。7月6号周一，股价当天下跌了7.34%，周二股价下跌了高达10%以上。所以每次卖股真的就是股民受罪，这通过2025年和2026年2次执行的数据都已经证明了。我相信屏幕前的朋友很多和 Ace 一样有下面这个疑问：为什么上次2025年500万股直接全部卖完了，很果断，这次500万股还剩下172万股不卖呢？我觉得大概率不是说绝对，是因为投行和 Peter Beck 在设置计划的时候设立了一个股价的下限，这个下限极有可能呢就是81到82。一旦股价在这个下限的下方，就不符合卖出的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计划好，等到最后一刻，然后时间都不够了，就仓促决定不卖出。我觉得前者，也就是价格下限，是主要的可能的原因。还有朋友可能会猜测，是不是 Peter Beck 主动说，剩下的不卖了？其实我查了一下，这个猜测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 10B51计划一旦生效，也就是你一旦开始卖了 ，Peter Beck 没有权利去干预了。你要么在卖之前直接说叫停，我一股都不卖；要么就按照投行提前设定的规则来执行就可以了。回到 Rocket Lab 的 K 线图，我自己想表达一个观点，也是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吧，就是 Rocket Lab 这家公司，它的管理层很优秀，但是在股价的刺激方面，其实做的比较差劲。每次股价要上升了，总有一些幺蛾子出来，要么就是增发，要么就是卖股的执行。请注意我不是说这个是 Peter Beck 故意去做，因为按照 SEC 规定，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只是运气成分或者是时机选择的窗口差了一点。为什么这次又验证了？我们看到，本来
RKLB 宣布收购 Iridium 之后，股价大涨了接近16%，有希望突破100，站稳100，然后呢就遇到卖股，第一天下跌，第二天又暴跌，而且这个下跌幅度在整个太空板块都是比较大的，属于下跌最多的一两只股票，所以明显它下跌的幅度高于整个市场，以及高于单独的太空板块。股价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了几乎要跌破80，好在昨天、前天2天的收盘价都是在80上方。那么我曾经在股价100的时候发帖告诉大家，我觉得 RKLB 的股价要重新回到上次80的低点很难很难。那么有一些人就开始喷我说，你看现在不是83、84了吗？但是至少还没有跌破，对吧？我并没有告诉大家说它一定不会下跌，我只是觉得要在80这个点去买到不容易。我自己的买入点位呢，在这里画了4个箭头，前3个箭头和大家分享过了。第一个箭头是80买入了，第二个箭头是收购之后的91，第三个箭头是相对高点102。那么今天早上呢，我在确认500万股全部卖出之后，又在85的位置加了一些仓位，所以总共4次加仓买下来，平均价格应该是86左右的位置，也就是接近现在夜盘85的位置。现在根据图形来看，我觉得没有太多可说的，就是看会不会跌破80。如果没有跌破80形成支撑，那从 K 线图上来看会比较积极一点，否则的话跌破80，跌破所有图中的3条均线，真的就会是比较难看了。那么比 K 线图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对于公司基本面、公司估值的理解。所以呢，我们再过一下估值的图形，以及结合蓝色起源第一次对外寻求融资来进行一个比较。这张表格 Ace 已经为大家阐述过多次，这里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更新。第一点更新就是一个纠正，我在 Iridium 被 RKLB 收购之后告诉大家，2026年开始 RKLB 的营收就会暴增，其实这不对，因为正式的收购只会在2027年完成，所以纠正后的数字2026年 RKLB 营收还是9.7亿，2027年就会比较剧烈的增加到20.3亿美元。那么现在 SpaceX 的市值是19500亿，还是假设 RKLB 对等 SpaceX 的市销率 Price to Sales。根据这样，我们算出来，今年和明年年底 RKLB 对应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股价吧，是89和120。那么89相对于现在的价格83.4，有7%的上行空间，而120有44%的上行空间。所以目前总体来看，在 SpaceX 它的股价回到了上市第一天我们能够买入到的价格150左右，没有被非常显著高估的情况下， RKLB 现价仍然是低于2个目标价。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很难讲 RKLB 被高估吧，对不对？而且昨天传来消息说，太空界的老二，真正的老二，蓝色起源，它首次对外融资约100亿美元，融资后的估值呢是1300亿美元。那么1300亿美元高不高？我觉得很难去评判。但是据现在坊间传闻 ，Blue Origin 它的年度营收应该是有10亿到20亿美元之间，也就是它目前营收的体量要比 RKLB 大。那么从业务以及技术能力角度来讲，它有的火箭，蓝色起源的中大型火箭 RKLB 还没有。但是呢，坏的消息就是蓝色起源的火箭最近几次老是出问题，所以既是加分也是减分。我们假设一下 RKLB 的中子火箭会在年底实现首飞，然后呢2027年按照135的发射 cadence， 也就是会发射3次。最好的情况3次都是商业发行，能够带来营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 RKLB 在火箭发射上的能力基本上就会追平现在 Blue Origin 蓝色起源的水平。那么蓝色起源还有一个东西，现在的 RKLB 没有，就是它的卫星星座。目前它已经部署了大概400颗低轨卫星，用于宽带通讯。400颗肯定还不够 ，RKLB 也没有这个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但是它收购 Iridium 之后呢，就有了。而且我在收购 Iridium 的视频中明确的说，在收购 Iridium 之后形成了一个闭环，和 SpaceX 一样。
我可以自己制造卫星、发射卫星，利用卫星去赚钱。所以综合几个维度下来，我觉得 RKOB 和 Blue Origin 的差距没有很大，最快未来1-2年就可以追上。所以相比较现在 Blue Origin 1300亿的估值，以及目前 RKOB 不到500亿的市值，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 RKOB 是被低估的。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对 RKOB 目前的股价和估值怎么看待？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目前 RKOB 的仓位约占30%，在经过数次加仓之后，这个仓位让我比较满意，我比较开心了。上一次减仓是在130左右，现在能够在低于100，甚至是在80多的均价大量的加仓，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没有人能够知道 RKOB 下一波上升波浪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也不能期望它一定会到来，它一定会回到150的前高。只是现在以目前的均价持有 RKOB， 我比较放心。我也希望尽量不要去卖出 RKOB 的股票，相反，如果它继续下跌，可能会卖出一些其他股票去加仓 RKOB。你比如说现在英伟达，我有超过30%的仓位。RKOB 如果跌得过于厉害，跌破80到什么70、60非常极端的位置，那我就卖出英伟达，买入 RKOB。毕竟我的现金几乎没有了，就2%，对吧？屏幕前的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仓位灵活的做出选择。RKOB 是高贝塔、高波动的股票，请大家要注意风险，不要盲目的操作。接下来我们来看 SpaceX， 简单看一下技术面以及基本面我的一些最新的想法。那么从日 K 线图可以看到 ，SpaceX 最近2天已经连续收盘价跌破了紫色虚线150块这个重要的支撑位。那么跌破之后呢，当然就是向下看它的 IPO 发行价135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从跌破150开始到它真正首次解禁前后呢，我会尽量克制，不要去做买入的操作。股价下跌是一回事，但是对于 SpaceX 这家公司长期继续看好，甚至加强看好的想法是另外一回事。而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我看到太多在 X 平台上关于 SpaceX AI 刚刚发布的 Grok 4.5模型的好评。其实这不意外，我在之前就说 XAI 大换血被大肆宣扬，说这是多么糟糕的管理，多么失败等等等等。换血之后，马斯克倾注心力，这个产品就得到质的飞跃。那么这可以说在以前的特斯拉身上也体现过多次。所以现在 SpaceX 它不仅有太空的优势，它还有 AI 方面的优势。AI 方面，它不仅有基础设施，有自己的算力，有自己的模型，而且它还可以把算力租出去。所以考虑整个 SpaceX 的估值可以分为2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地面的一些东西、一些业务，比如说 Grok 4.5模型，你还可以去对比好不好，对吧？现在也追上来了。那么另一个角度， SpaceX 的太空业务，不管是卫星的制造、应用等等等等，它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匹敌的对手，你怎么去估值呢？你要给很高的溢价可以，你要给普通的溢价也可以，所以这里存在很大的股价的上行空间，特别是考虑到现在 SpaceX 的股价跌回了150这个上市第一天我们开盘能买到的价格。接下来 S 要阐述一个我个人的对于 SpaceX 及其竞争对手的观点，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就是像 SpaceX 这样，它的护城河又高又深又宽，竞争对手想要和它正面硬刚，获胜的概率我觉得太低。哪怕说不是获胜啊，仅仅是维持住现在差距的概率都很低。那么这些竞争对手很明确的有哪些呢？第一，上市公司 AST SpaceMobile， 这是在手机直连卫星通讯和 SpaceX 直接竞争的。第二，刚刚提到的蓝色起源，它自己有火箭有竞争，然后呢，它也做自己的宽带卫星低轨星座，也是有竞争。所以像这样的公司，其实 ACE 坦白讲啊，因为差距我认为只会越拉越大，所以呢，去投资他们就显得不是很合算。这是我个人为什么一直
不要去投资 ASTS 这家上市公司。除此之外，还包括 Viasat 和中东资本的这个合资公司 Equities。那么 Equities 现在还没有着落，不知道资金从哪里来。但是未来它要建造一个2800颗卫星的低轨卫星星座，做太空的美国铁塔。American Tower 这家公司目前是美国本土的一个铁塔基建公司啊，他们要做太空的 American Tower。我觉得能够做成，但是这也属于直面和 SpaceX 硬刚，所以对于 Viasat 这个合资公司的前景，说实话，我有一些保留。但是比如说 Viasat 把它的卫星制造或者火箭发射外包给 RKLB，那对 RKLB 就是一个利好。反观 RKLB 呢，为什么我不担心？就是因为 RKLB Peter Beck 以及他们的 CFO，我觉得他们的定位很聪明，他们总是避开和 SpaceX 的正面硬刚。从电子火箭开始，几年前开始到现在，再到现在他们收购 Iridium，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们没有要进军那些 SpaceX 目前已经主导的行业，没有为了热度去蹭，他们要好好的、安心的、悄悄的赚钱。这也是另一个我看好 RKLB 的原因。如果他明天就宣布，我要去手机直连卫星通讯这个领域，我要花多少钱去投资，去参与这个很大的市场，去画饼，我反而会觉得，这样做不对。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投资太空是投资星辰大海，但是我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和 Ace 一起要意识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对公司未来的股价意味着什么，这些落到实处的细节。欢迎大家去我的 YouTube 频道找到我的太空经济播放列表，在这里有我所有的关于太空的专题视频和解析。相信你看过之后，对于整个太空经济会有很好的了解。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